上回说到，出身卑微的窦漪房当了汉文帝的皇后，却突然双目失明，容颜不在，由此也性情大变。汉文帝去世以后，窦漪房的大儿子太子刘启继位，就是汉景帝。窦漪房顺理成章升级成了皇太后，她可怕的控制欲开始逐步显示出来。那么她的控制欲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这位窦太后干涉起了皇位继承人的问题。窦漪房从小就偏心小儿子梁王刘武，他竟然不顾礼法，让刘启将来直接把皇位传给弟弟，妄图改变父死子继的接班模式。为了得到母亲的喜欢和认可，这么过分的要求，汉景帝刘启竟然没说半个不字。但窦漪房的侄子，当时的大臣窦婴却投了反对票，因为皇位自古都是传给长子，传给兄弟就违背了祖宗的规矩，说白了就是3个字：不同意。窦漪房当然不会善罢甘休，这是他建立权力的第一步。提议继承人只是一块试金石，试探一下大家对他的态度，顺便为自己喜欢的小儿子谋谋福利。结果窦漪房这次对权力的小试牛刀，以窦婴辞职告一段落。从那以后，窦漪房的控制欲乃至勃勃的野心就越发明目张胆地表现了出来。他又开始对朝廷的政治走向和人事安排指手画脚，这是他控制欲的第2大表现。跟婆婆薄太后的清静无为不同，双目失明以后的窦太后一直表现得彪悍而硬气。这说明权力不仅是男人的春药，也是某些强势女人的面膜，一旦戴上去就难以摘下。由于窦漪房尊奉黄老之学，因此汉景帝也受了他的影响，奉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降低赋税，鼓励生产。应该说，这些举措从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一代盛世文景之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汉景帝刘启就可怜了，一直活在母亲的 PUA 下，郁郁寡欢，在位16年就去世了。而窦漪房却利用干政，基本实现了自己权力王国的构建。公元前141年，太子刘彻继位，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武帝。窦漪房又进一步升级，成为了史上第1位太皇太后。此时双目失明且年事已高的这位老太太依旧紧握大权不放手，因此跟孙子刘彻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还给这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阴影，甚至影响了汉武帝一生的性格乃至对待女人的态度。这是窦漪房控制欲的第3大表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因为窦漪房一直推崇黄老学说，反对儒家思想，导致汉景帝刘启在位16年，哪怕一个儒生都没提拔和重用过。但年少的刘彻可不是一个甘心被摆布的主，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大胆推进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办太学，用儒生尊孔庙，只是没想到一番自上而下的动作，且深深触怒了自己的祖母。窦太后一声令下，凡是刘彻提拔的人，免职的免职，下狱的下狱，末了还强行废除了孙子的新政。那几年，刘彻委屈过，愤怒过，也反抗过，可只要老祖母还在，他就只能做一个傀儡。刘彻却不甘心将来自己掌权了，一定不能让后宫干政，不能给子孙留下祸患。公元前135年，窦漪房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前，他把孙子刘彻叫到跟前，向他说出了埋藏在心中的秘密。当初自己的另一个孙子，汉景帝宠爱的妃子骊姬所生的前太子刘荣被软禁的时候，写给自己的信被刘彻的母亲，也就是如今的王太后劫走并烧毁，然后还逼死了刘荣，把亲生儿子刘彻扶植到了太子的位置。窦漪房把这段陈年往事翻出来，是想提醒孙子，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儿媳刘彻的母亲王氏将来会拉拢他们王家的势力，一起疯狂干政。说到这里，老太太突然泪如雨下，对孙子是千叮咛万嘱咐。这大汉的江山可是我们刘家的天下，不能在你的手里改姓这真是一出感人肺腑的临终嘱托。
可这真的是老太太的心里话吗？刘彻面对祖母的这番话，又会作何反应呢？其实他窦漪房干的政还少吗？他紧抓着实权不放，朝堂内外安插的都是自己人。年轻的汉武帝有思想有抱负，可整个人就像被捆住了手脚一样，心里那是相当的憋屈。而就在他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告诉孙子，这是为他铺路。窦漪房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没有提到他们窦家，而是口口声声地说这是为了大汉的江山，为了刘家。你还别说，老太太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让刘彻对自己的亲生母亲产生了隔阂。要知道，刘彻的母亲王氏跟婆婆窦漪房一样，也是从普普通通的宫女一路爬坡，爬到了太后的位置，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这个人生经历跟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儿媳，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窦漪房的昨天和今天。老太太不愿自己100年之后，儿媳也亦步亦趋步她后尘。而且窦漪房深知她只要还在，王氏就永无出头之日。可一旦她走了，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这位心机城府和手段一点都不输于她的王太后，一定会想方设法让窦家退出政治舞台。她临终前还不忘在孙子面前演上这样一出戏，就是让刘彻用窦家的人来牵制王家的人，搞政治平衡，避免重蹈吕雉一死，吕家就被彻底清算的可怕轮回。刘彻虽然当时才20出头，但从小在宫廷斗争中耳濡目染下长大的他，当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外戚干政让他吃尽了苦头，所以他才痛下决心，想要在自己的手里彻底关上这扇大门。王太后虽然聪明一时，但在儿子的严加防范之下，终究没有掀起什么风浪。玩了一辈子心计的窦漪房，算是耗准了孙子的脉，知道刘彻最恨外戚干政，临终前既成功的摆了儿媳和孙子一道，又为窦家留下了足够的生存空间。这种帝王心术简直是炉火纯青。窦太后去世，刘彻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出兵塞外，打击匈奴，把大汉王朝带入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可他一生也没有摆脱这位窦太后的影响。饱受外戚干政之苦的刘彻，对自己的母亲、妻子乃至儿子都始终敏感又多疑，猜忌又防范。他先是废除了第一任皇后陈阿娇，后来又逼迫第二任皇后卫子夫自杀，对晚年宠幸的钩弋夫人也是100个不放心。最终在对方为他生下了太子刘弗陵之后，担心他成为第二个吕后和窦太后，毫不犹豫地将他处死。在这位大权独揽的祖母的影响下，刘彻成了妥妥的渣男。回顾窦漪房的一生，她从一个出身卑微的农家女，进宫成为普普通通的宫女，一路逆袭成为大汉的皇后，再到皇太后和太皇太后，历经4个朝代2大盛世，享尽荣华富贵。表面上看可谓人生赢家，然而贫困的出身，早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的内心产生了极大的不安全感，需要借助外在的力量获得平衡。帝王的恩宠和权力的加持，就成了他2道必不可少的护身符。不可否认，窦漪房是一名好妻子，给刘恒生儿育女，辅佐夫君开创文景之治，但她并不是一个好母亲，也不是一个好祖母，更不是一个合格的女政治家。她对小儿子偏执的溺爱，一度妄想打破父死子继的皇家传统。她对孙子刘彻各种新政的横加干涉，背后都是个性强势而又偏激的老太太内心不安的体现。可以这么说，窦漪房骨子里的自卑，始终让她无法像汉朝的前2任太后吕雉和薄姬那样展现出大手笔、大格局和大境界。最后在青春年少、风华正茂的汉武帝面前，只能作为阻碍改革的顽固势力形象，最终无奈地退出历史舞台。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如何评价这位窦太后的一生，说说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听古今情史，请点赞并关注我。